原本我以为理想中的小岛应该像是冲绳那样拥有湛蓝的海水、白色沙滩与壮丽的沿岸风光，直到这一趟来到济州岛，我才发现原来我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贪心。这里不仅有冲绳的一切，还有许多让人惊喜的风景与味道。新鲜美味的海鲜料理、辽阔的茶园、热闹的小吃摊，还有让人屏息的瀑布与自然景观。更难得的是，济州是一座四季皆宜的小岛，春天有满城樱花与金黄油菜花，夏天能享受如东南亚小岛般的阳光与海滩，秋天则被火红枫叶染成一幅诗画。冬天还能滑雪，体验冰雪与海岛的双重风情。身为旅人，面对这样贪心又丰富的岛屿，我想它或许悄悄取代我心中原本那座第一名的小岛。你看柱状节礼，那这边的门票呢是大人一个人2000韩币，然后小孩7岁以下的话是不用钱，7岁以上的话1000韩币。是哪里？只要是那种石头很多的景点，大家就会开始堆石头。像日本我们也看到非常的多，韩国也是，不知道是从哪边先开始的这种，应该是一种宗教上面的仪式吧。超漂亮的哦！我们家的人已经拍照拍起来了。然后呢，这边真的是冷的要命，每个人呢都抱成这样子，不管漂不漂亮，已经顾不得了。我觉得来到这个时间来到济州岛，就是风大的地方就超冷，然后风没有很大的地方还可以接受。哇塞，一大早玩得这么刺激吗？这片海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样的地形呢，其实九州我们也看到非常的多。那不意外，因为这附近呢，其实它都是地震带，有很多的火山啊，就会有形成这样的地形。这边也是柱状节礼耶，重点是我觉得这个水真的超漂亮的，很像那种绿宝石，有没有？然后透明透明的。有没有发现漂亮海边的公式就是奇岩怪石加上清澈的海？还有松，其实像松树这种在奇岩怪石上面呢，我觉得就是九州那边真的还蛮多的。这里才是我想象中的柱状节礼。刚刚那边其实有点像我们北海岸的景观，不过岩石的种类不一样啦。其实我们澎湖的柱状节礼也是非常有名的，而且我看过，我觉得它的那柱状节礼更明显一些。没有，因为你现在没办法坐船去看，如果坐船去看，一定会更漂亮。这里，当然澎湖也是超漂亮的。但我跟你讲哦，下面那边啊，你不觉得像企鹅敲冰块的那个方块的样子吗？面的柱体更明显诶，虽然说这种东西我们已经在很多地方有看过，可是再看还是觉得蛮稀奇、蛮好玩的。石像呢叫做济州爷爷，他在济州岛上其实到处都看得到，然后也有很多纪念品做的像这样的样子。那其实呢，它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有这样的习惯。目前在济州岛上大概原本就有40几座像这样的石像，然后它的意思呢，我觉得就跟那种澎湖啊或者是什么冲绳的风狮爷有点像，是一种守护神的意义。一路上啊，看到这石像完全都被玩坏了，什么圣诞老公公的帽子啊。你看上面还被弄了一颗那个松果。这里是顺天美香济州3房3总店，那我们来这里吃3合锅。所谓的3合锅呢，里面就是有章鱼、鲍鱼，还有猪肉，哇，听起来就超丰盛的。他们来一样都有附小菜，应该是可以一直叫。
哇，这是我们的三合锅啊，请我爸帮忙剪一下这个章鱼。天哪，我们点的是3人份，它有2人份、3人份、4人份的。天哪，塞，好大的章鱼哦！你看旁边这边有很多颗的这种鲍鱼，来吃吃看。好新鲜的感觉哦。那个弹牙感不知道怎么说哎。对，它还会有一点点黏黏滑滑，虽然说它黏液已经都去除掉了，可是还是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新鲜啊。可是它这个小辣还是有一点辣，一吃进去还是辣的。辣吗？虽然辣，可是好吃。哦，这样好吃的就可以不怕辣就对了。喜欢吗？喜欢。怎么样？怎么喜欢？章鱼的脚辣。天哪，好新鲜，真的很新鲜哎！我觉得要吃一下，虽然真的不便宜，可是其实这一些料都是比较高级食材，在台湾吃也不会便宜到哪去。哇，里面还有起司哎！天哪！来试试看锅里面的鲍鱼。很奇怪，小孩说不辣，但是我吃下去还是觉得蛮辣的。但是锅里面呢有起司去中和它的辣味，所以其实吃起来是有点奶味，还蛮温和的。那这个鲍鱼非常的新鲜，虽然说咬下去需要用一点点力，因为毕竟它有这么厚嘛。哎，很好吃哎，好新鲜哦。是的，它虽然需要用力咬，但是是柔软的。我爸竟然说最后讲，他跟他排队排得蛮生气。哦，他们这个猪肉也非常的柔软，对不对？超级，你看就知道，我完全不用费力气。再来是烤青鱼，这个烤青鱼的价格还算蛮便宜的，15000韩币，在这里的这个吃饭的水准来说的话是蛮便宜的。对啦，它是青鱼，就是我们那种海的那种青鱼，好吃好吃，很鲜很嫩。啊，来这边必点白带鱼啊！有人说是银带鱼，或者是什么银白啊，什么都有。带鱼的肉质非常的细嫩，不过它刺比较多，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要小心。可是也是很香的。对，不愧是橘子的天下，拿来当那个 sauce。对啊。就是海胆紫菜汤，我们本来要点，可是他说没有了，那他可能还剩下一点点，所以他说请小朋友喝。那这个喝起来呢，就是很浓郁的海带汤，然后加上很多的海味，因为毕竟有海胆在里面，是真的可以看到海胆的块状的。他们家呢有中文的服务人员，然后其实点餐的时候他们分量抓得很准，像刚刚三合锅，他是建议我们点3人份的，然后你再加1条鱼，其实分量就会刚刚好。这里其实蛮温馨的，而且他们头上都会戴那个橘子的帽子，它整个天花板都是那个。真的忘记讲，我们家是4大2小。哦，它现在这个整个天花板都是那个人家留的那种卡片的。对对对。好了，原来这家店呢就在三房窟寺的下方。那三房窟寺呢，它这个景点就是人家说要爬很久的楼梯上去，然后可以看到一个洞穴，里面有寺庙，但那个洞穴规模并不是太大，所以我们也就不进去啦。外面这样看三房山就已经很漂亮了。身后的景点叫做龙头海岸，它是一个步道，那走进去有一个很漂亮、很适合拍照的地方。可是呢，这是我们第一次冷到不想要去一个景点，因为真的太冷，我不想再吹风了。对，我现在好像赶快上车哦。大家觉得怎么样？有去过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决定放弃了，真的海风吹到会觉得好害怕哦。这一带到处都是餐厅，然后有一些很有特色，像我身后这个，就是门口就有济州老爷爷，然后整个呢外墙都是用那种石头造的。我们现在在雪绿茶博物馆，听说济州呢是一个物产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地方，因为火山活动让它的土壤呢变得有机质比较多，很肥沃，所以也是蛮适合种植绿茶的。它这边展示很多绿茶有关的东西，我看它这个地方啊，
哇，这个应该是春天的时候很漂亮。大家看，原来就是这个牌子。听说呢，就是你饭店里面放这种茶包的话呢，算是很肯给的饭店。啊，来试喝一下，试喝一下。天气外面好冷哦。对。有多冷，我觉得这一杯茶就有多好喝。它这里会不断的一直泡茶给你试喝，那你可以喝到各式各样的茶。我们换一种茶喝，看起来好像是橘子的。哎，有橘子香味。对啊，橘子绿茶之类的。这个季节就是刚才这种景点，在外面一直吹海风的话，真的会受不了的。可以避寒，然后又可以免费喝茶。哎，他们这个给你试的真的非常的大方，他一直倒，他也不会说什么不给你哦什么的。除了品茶之外，这里还是大型的伴手礼店，很多跟茶有相关的伴手礼你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像这个小蛋糕，哇，还有洗发精哎，哇，这个是茶包综合组，超适合拿来送礼的哎。你送我。每一款茶包，它都会在外面放一个闻香瓶给你，你可以闻得到这个茶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这个真的很贴心。里面的用餐区还蛮舒适的，但是呢，人工点餐的人也非常多，点餐机的人也非常多，想要舒适的吃一个下午茶，真的非常不容易。哇，终于买到战利品了。哎，也是不容易耶，在这里面要吃东西、买东西。我其实选择的基准是哪一个可以最快帮我结账，我就去买那一区的东西。整个里里外外的环境都非常的漂亮，你就算没有要消费，来进来走一走也非常的棒。可是呢，你进来里面真的很难忍住不消费。博物馆主体里面超挤的，没想到还有另外做一个喝茶的空间。那如果你没有走出来外面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地方它的窗顶超美的。在这个茶园的旁边呢，有一间 Innisfree， 应该是说它跟茶园应该就是一起的。那 Innisfree 大家在台湾应该是非常的熟悉。那我记得它刚进来台湾的时候，就有一个系列，就是济州的火山泥，还有济州绿茶什么的。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你要进来这边大开杀戒了，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我在网上查资料，大家说其实来这里并没有比较便宜，有的时候在台湾买还比较便宜，所以大家来这边就是满足一个购物欲，然后或者是你有做好功课再来。这边好多那种 DIY 可以玩。大家在来到这里的时候，赶快把老公还有小孩安排在这里做 DIY， 那你就可以放心的去购物了。Innisfree 的旁边还有一间咖啡，它这里面呢有卖一个就是很厉害的餐盒组，然后另外一个卖点呢就是这个汉拿山蛋糕。这个园区里面，我觉得这个餐厅是最漂亮的，所以如果要吃蛋糕的话，我会选择在这里吃蛋糕。而且这边人比较少，比较悠闲。这边还有对面都是它的绿茶园，不管你有花钱还是没花钱，来到这里都是觉得蛮开心的。我觉得拍照真的很赞哎。因为这里啊，大概在5月左右会是最漂亮，因为这个茶园会变成青绿色、亮绿色，很漂亮那样子。在正房瀑布这个景点还没到正房瀑布，不过它途中的景点就非常的漂亮，像这一面海啊，现在阳光洒下来，闪闪发亮了。那我刚刚从这个楼梯往下走的时候，一面看着海，一面注意自己的脚步，我觉得我好像快要掉进海里的感觉。它这边的海边几乎都是柱状节理的，还蛮有观赏性质的。这里就有一个小瀑布了，人家说呢，这个叫做小正房瀑布，而且它很特别，它就是直接瀑布下来流进海里。哎，其实小小的看起来就蛮舒服、蛮疗愈的。此为止的部分都是免费的。这潺潺流水声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啊！
到另外一边去看正房瀑布。那它这是要收门票的，大人的话是2000韩币，小孩1000韩币。对，没错。其实一进来就可以看到瀑布了，所以像如果你是懒得走啊，或者是你不耐走的人，你在这边呢就可以观赏瀑布喽。海女奶奶在现场贩卖他们捕上来的东西，然后就在这边烤，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点餐，超厉害的。有人说值得，有人说不值得。不过我觉得我们都来就试试看，买一个体验，等下再跟大家讲说3万自己适不适合，喜不喜欢。对，3万韩币其实现值大概就是600多块，680块左右，对。这是刚刚才捕捞上来的哇，鲍鱼哎，这个鲍鱼是大颗的哎，而且是海的，不是养殖的。Sito 可以做啊，不是这边是韩文，要讲韩文。以这个内容物来说，我觉得680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值得。可是你想想看，海女奶奶她们年纪那么大，还要下海捕这些东西，就觉得多给他们一点，怎么了吗？我跟你讲，网络上有2派，有些人说，哎，跳下海这些都不是养殖的，所以这些东西会比较贵。有一些人说他在超市买啊，然后10颗才多少钱，但是比较小颗。哦。对，但是我觉得就尝试看看，我觉得看起来算是值得的啦。好，来试试看啊！这个是鲍鱼，怎么样？不用沾酱啊，因为是海水的咸味非常的浓重，但是有够新鲜，很脆口，软滑。比我们昨天吃的鲍鱼还好吃吗？因为我不太有吃过生的鲍鱼，不知道是这种口感。它很脆，其实就跟贝类是差不多的。对啦，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就算是活的，你也不敢自己生切然后生吃。这样好脆哦！这体验我觉得是很特别，平常体验不到了。我们在市场一路上都有看到这个橘色的东西，但是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来试试看，好脆，好好吃哦，比我在任何渔港边吃到的那种螺类都还好吃。我们刚刚吃那个橘色忘记讲了。对，我吃起来是有点苦苦的，然后滑滑的，但我觉得苦可能是因为它海水含量太多了。对，它其实应该是比较咸到就是苦苦的那种感觉。再试一个，好咸，黄黄的啊，要沾这个辣椒酱才会好吃。对，不然你只会吃到一堆海水的咸味而已。值得体验吗？我觉得我是会为了这个体验而来，但不会为了要吃多丰盛而来。那好吃，它是新鲜的东西，一定是好吃的。我觉得如果你人蛮多，4、5个人以上的话，平均下来不会太贵，就大家尝试一下，是一个不错的体验。正房瀑布下面的，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这景点呢，它其实没有设围栏什么的，所以大家可以有多靠近就多靠近瀑布。然后还有几个人几乎就坐在瀑布下面去沉思了。太阳照射的角度可能没有很对，其实它最有名的呢，就是太阳照射到这个瀑布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彩虹，而且这个瀑布它是直接落入海里，你就可以看到海、瀑布跟彩虹。那它是瀛洲10景之一哦。值得来体验吗？是蛮好看的，蛮漂亮，但是我觉得更有趣的是可以近距离观察民族性的部分。石头一样是要堆起来的啊。这里是徐福公园，它其实是连着正房瀑布的景点旁边，所以呢，你就可以这些景点全部一起参观。徐福应该蛮多人都知道，它就是秦代一个有名的方士，那方士就是现在讲的道士。假设我觉得你一脸疑惑，你们课本上以前没有写过这个吗？好像没有，我没有什么印象。我跟你的课纲一定不一样。对。其实就是被秦始皇派过来找长生不老药，他派了3000童男童女，哇，这个我当时在那个课本上看到，我就想象哇，3000个童男童女那种金童玉女那种图案就出现了。其实这个故事的脉络的话，你就会知道一路上的壁画都是在阐述这个故事。看那个头就知道是秦始皇了。我们进到徐福展示馆里面，它就展示了一些当时徐福向这个东瀛去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情景。这不
就是我们刚看的正房瀑布吗？好有代入感哦。这有放置一些缩小版的青铜马车模型，非常的拟真，因为它连那种青铜氧化的那种痕迹，还有土的痕迹都做出来了。这景点算是蛮佛心的，因为基本上很多的景点都要门票，但这个景点不用门票，而且像我们是第一次来到韩国，来到济州岛，然后就没有看过太多传统的东西，然后这个就刚好可以满足一下我们那种想要看一下传统文化的这种心愿。而且对我来说是把我国小课本看到的东西，然后现在在眼前实现这样子。我刚路过的时候，发现有人在他脸上留了口红印，绝对不是我觉得太好笑了。我们现在上来到汉拿山上面，这里是100高地，下雪了，对啊，好冷哦。其实我们这几天到济州岛就已经非常的冷了，所以上来汉拿山呢，它下雪基本上就是一定的。然后连他们韩国人自己都非常兴奋，大家都开车上来，现在停车场里面是停不进去，大家都停到路边来了。整条路都铺满了雪，小朋友都带了道具来要玩滑雪了。我们自己没带，大家如果接下来12月、1月要来的人啊，可以准备一下。后面的山好漂亮，好像抹茶上面撒了一点糖霜。我妈说我是没有看过雪的乡巴佬。哇塞，太好玩了吧！好后悔没有雪橇哦。这些有雪橇的人好开心哦，每个人都笑容满面。你看我的好小的雪人，就地取材，好冷哦，从脚底冷上来啊。他刚才看起来跟你一样个性哦，哎，很像哦。地的正门啊，也是可以进去看湿地的，但是呢，太冷了。那如果不怕冷的话，可以进去观赏一下，是不错的。你看这车倒着走，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哇，好尽责哦，超尽责的。这个地方呢叫做神秘道路，因为它就是跟水往上流这个景点一样，就是利用高低差让你就是感觉到这种就是错觉。那明明这个地方呢，它是看起来像上坡，可是呢你停在这边它会往下滑，所以他们现在游览车呢就是在示范这个景点要就是在展示它，就是有够尽责哎，真的。哇，这个他们钱花了值得。你看到这边哦，来到这边就很多车会突然就不太动这样子，大家就是要感受这个。我们刚刚本来要进去停车的时候，觉得很疑惑，为什么前面的车都不怎么动，不怎么走？然后后来来到这边才知道说，哦，他们应该就是打空档，然后往下滑。重点是后面的车好像都知道，都没有扒哈，没错，我都想扒了，你知道吗？其实我也超尽责的，我还拿了一个水瓶。你看啊，这个路是看起来像往上，它慢慢的会往。没踢它哎，等一下车子来了，好可怕！个几拜。哎，你不要拨它啦！啊，这个路是往上的哦，瓶子还在滚哦，往下滚。哎呦，越滚越歪了。超讨厌这个景点的，你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景点有够无聊，而且我下来走的时候还被一只鸟滴到鸟屎。是乌鸦。那只鸟应该是吃了蛮多的橘子。没错，哎，这边的乌鸦很强哎。出来是橘色的那个，因为我觉得很厉害啊！它竟然是吃橘子吃到那个出来都是橘色的。好了，可以了。它就是它，这个景点推不推别人来？我觉得可以耶。好啦，这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这次拍摄比较随性，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这其实是我们全家第一次来韩国和济州岛。说实话，这里迷人的海鲜真是让我们惊叹不已啊！以前总觉得冲绳很可惜，没有大片的樱花、油菜花，甚至还奢望能够看到红叶、玩到雪。没想到这些心愿竟然都在济州岛可以实现哦！相信我，以后我一定会是这里的常客。接下来我们将准备攻略济州岛的北部和东部。有兴趣的朋友们，我们下集见，拜拜。